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杨紫最般配男友现身，绝世美颜马天宇，肖战李现不服不行。尽管演艺事业不温不火，但天宇导也不急不躁，自得其乐。他说：“从前我没有被世界温柔对待过，但我想温柔对待别人。”7月李现，8月肖战，到了9月，拥有望男主体质的小猴子又和马天宇搭戏了。由杨紫与马天宇主演的《我的莫格利男孩》已经开播，马天宇会成为大家的9月男友吗？博德小姐兴致冲冲，一口气追了10几集《莫格利》，尽管前期剧情有些 bug， 但两位主角的演技都在线。唯一郁闷的是，两位主角的戏份相对少了，感觉根本看不过瘾啊。近日，由于马天宇卖力宣传新剧，而杨紫的微博却毫无动静，让不少媒体引发猜忌，是否由于两人争番位而引起不和？不过，今天马天宇发微博怒对营销号捕风捉影的行为，为小猴子鸣不平。其实两人在戏外就是很好的朋友，所谓争番位之说是子虚乌有的。不同于李现邓伦的冷峻锋利，马天宇略带阴柔的气质，让博德小姐隐隐担忧马天宇与杨紫能否搭出 CP 感。不过在看过以后，博德小姐的疑虑就完全打消了。尤其看到马天宇饰演的狼少年莫格利，为了不让杨紫难过第一次撒谎的时候，博德小姐在这两双相视的眼睛里看到了星辰大海，那里压制着所有欲语还休的情愫。当下博德小姐的眼泪就直接奉献给这两位了。一档选秀节目让一首《该死的温柔》传唱大街小巷，也让我们认识了马天宇这个看起来有些内向的男孩。次年，马天宇发行第一张唱片《雨光十色》，并获得亚太音乐榜唱片中国大陆地区销量冠军。其主打歌《该死的温柔》更是获得了下载量逾1500万次的成绩。在那个智能手机都还没有普及的年代，这首歌却成为了大多数人的来电铃声。那一年，马天宇才20岁。参加了选秀节目后的这一年，马天宇顺利地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从2010年出演《怪侠一枝梅》开始，马天宇突然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演技得到飞速的提升。之后从轩辕剑到龙门镖局，再到去年的《英雄本色2018》期间，马天宇出演了几十部影视剧，担任配角或主角，却一直不温不火，红不起来。如果说马天宇初入演艺圈时参演的《黛玉传》中空有颜值，演技尴尬，那么马天宇出演《万万没想到》大电影中慕容白一角，就不仅仅是惊鸿一瞥，更足以看到马天宇驾驭复杂角色的能力。慕容白这个悲剧式的人物，从除魔卫道众人拥簇的侠者，到落难后墙倒众人推石的悲愤难当，再到心魔附体变身反派，最后与心魔同归于尽以死谢罪的凄惨。出场虽短，但马天宇演绎出了人物丰富的心理变化。如果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事物撕碎给人看，那么这一点天宇做到了。马天宇出演换成鹰空是一角，一般人难以驾驭的浮夸二次元白发扮相，到了马天宇这里隐隐有了仙气。同样的扮相在冯绍峰那里，就因其过于成熟稳重的脸而显得格外违和。而鹰空是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马天宇恰好就是能将这种类型的人物演绎出层次感。豆瓣上给换成评分的网友们，分都是冲着天宇打的。遗憾的是，尽管马天宇的演技可圈可点，却依然救不了糟糕的剧情走向。虽然颜值撑起了整部电影，却补救不了3毛钱的特效。在去年的《英雄本色2018》中，他出演了原版《英雄本色》中张国荣的那个角色。马天宇清秀精致的眉宇之间，却有几分张国荣的影子，一时间令人晃神。一样的儒雅绅士，
一样男女摸遍的少年气。有人因为马天宇的女装扮相美艳而说她娘，实际上是有失偏颇的。毕竟张国荣在《霸王别姬》中也是有着女人都自愧弗如的女装，这并不影响两人的少年气。张国荣与马天宇都是属于古香精致的那一挂明星，这样的人不会显老，因此好像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再看马天宇，好像还是曾经那个眼神清澈的少年。但不同于国荣的潇洒外放、气质凌厉，天宇的气质温暖平和、孤独内敛，这或许与他从小的经历有关。早年在一档综艺节目中，马天宇曾经袒露过自己的身世。5岁那年的中秋节，天宇的母亲让他帮忙买药，小年纪的天宇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第二天邻居来访，才发现吃过药的母亲身子都凉了。此后的每一年中秋，当其他家庭欢欢喜喜过节团圆之时，只有马天宇一家不过中秋，而是去到荒凉的墓地里上坟。母亲去世后，父亲也跟着性情大变，酗酒欠债，无力偿债务后，他选择离家出走，丢下了马天宇姐弟3人和爷爷相依为命。直到有一天弟弟丢了。有一天好多人来家里抢东西、搬家具，把弟弟也抱走了。那是见弟弟的最后一面，再也没找到。天宇回忆起过往时，脸上却没有太多的表情，克制而冷静。时间已经教会了这个少年自我抚平伤痕。年仅15岁的天宇独自到北京打拼，起初在餐馆里工作，揣着7毛钱熬过了第1个月。也端过盘子，炸过油条。那时候的天宇最大的梦想是回老家娶媳妇生孩子。被朋友怂恿着参加选秀节目后，他顺利出道，也开始有名气了。可爷爷却在这时候过世，正在演出的马天宇被公司瞒着，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说到这里，之前脸上未曾有波澜的天宇却流下了眼泪。他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让爷爷没有享过什么福。后来，天宇终于和父亲和解，这份迟到的父爱或许让他获得了短暂的温暖。可在与父亲和好的几个月后，父亲溘然长逝。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天宇别有体会。在微博上宣泄的天宇，一句缘尽至此包含着多少心痛我们不知道。但是这条微博却被攻击、质疑炒作，没文化词不达意。马天宇被逼的无奈解释，可能跟父母的缘分真的太浅，都没了。也有脆弱的时候，只是想抒发一下，没别的意思。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有时候连宣泄都是奢侈。在综艺节目《花样姐姐》里，有一期邀请家人鼓励的环节，那一期所有嘉宾的家人都出现了，唯独没有天宇的家人。在一片温馨的氛围里，天宇无所适从，一直暗暗努力克制情绪的天宇，还是忍不住落下了眼泪。敏感脆弱，缺乏安全感，但又天性纯真善良，乐于助人，意志坚强。生活的经历让这些典型巨蟹座的特质，在马天宇身上得到了放大。有一次在《花样姐姐》中，马天宇在街上看到了一个被驱赶的乞讨小女孩。回到酒店后，他越想心越不安，于是回去找到了那个女孩，尽力给她帮助。他曾经说过，从前我没有被世界温柔对待过，但我想温柔对待别人。偶尔的脆弱都掩藏在天宇的乐观外表之下，但骨子里的孤僻却难以避难。外表越是温柔的人，内里越是孤独。从15岁就开始北漂打工，多年以来的独居，让他早已习惯了独来独往的日子，不喜热闹，不爱跟人出去吃饭。当然，这么多年来，也一直没有绯闻。热心公益这种事情，很多明星喜欢放在台面上来说，甚至诈捐这种事情也是屡见不鲜。真正用心做公益的反而大多低调。进入演艺圈这么多年，天宇做公益不仅仅是投钱而已，
更是身体力行。据悉，天宇坚持每年去不同的山区支教，这件事情如果不是被郑爽一语道破，以马天宇低调的性格，恐怕真的很少有人会知道。尽管演艺事业不温不火，但天宇岛也不急不躁，自得其乐。但博德小姐还是期待着这个宝藏男孩这一次能够因为狼少年莫格利被更多人喜欢。